处天地之间，无所不容，立万物而不争，泱泱不息。水缔造万物，催生文明，以巨大的力量维持生态环境和能量交换的总体平衡。几千年来，人类与水相伴共生，敬服其充盈，接纳其赠予，也担忧其无常而与之决裂。今天，人类在仰望自然中审视自己，重拾与水的关系，用丰富的想象力、创新的技术，从流动的水中获得能量与动力，为文明的延续而不懈探索。快速高效的生产线，动力奔涌的机器，对极致制造的追求，在难计其数的中国工厂里，这种让人过目不忘的场景，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它生动直观地展现着什么是中国制造，也激荡着中国装备创新的澎湃势能。一块43千克重的钢片被放入工装台，这一刻，它不再寂寂无名，而是以磁极压板的身份，成为水轮发电机的一部分。千里之外，一座名声显赫的水电站将是它的归宿。葛洲坝水电站，长江干流上的首座大型水电站，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万里长江第一坝。40年来，葛洲坝水电站已累计输出600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相当于替代1.84亿吨标准煤，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这座水电站的光环来自2台全部由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17万千瓦发电机组。在上世纪80年代，它们与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并成为共和国荣耀。随着理论运行寿命期限的临近，对2台功勋机组的更新改造已迫在眉睫。然而，要让机组重拾充沛的体能，设计者面临的难度不可小觑。因为在70年代和80年代之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力、制造能力都非常薄弱，但是它能够制造出来，能够展示中国的水电制造能力，对我们来讲是莫大的荣耀。今天这个任务交到我们手上，不是我们能不能干出来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干得更好的问题。90天，这是机组更新改造的最长期限，人们决心为荣誉而战。转子，发电机的旋转部分，负责产生磁场。葛洲坝水电站17万千瓦水电机组转子直径16.9米，高2.4米，总重约900吨，是当今世界直径最大的轴流转桨式水电机组转子。磁极压板准备就绪，磁极铁芯装配开始。作为转子的核心部件，磁极铁芯为水轮发电机提供电磁感应。工程师们需要为转子安装110件磁极铁芯，单件磁极铁芯长2米，重1.5吨，由1280块高强度钢片组成。当磁极铁芯被装配成为一个整体，其长度公差不能大于1毫米。当最后一块钢片准确到位，磁极铁芯装配结束，而更为复杂精细的处理将由机器人接手。激光跟踪、采集数据、自动寻位、
智能呼喊机器人身手不凡，它将磁极铁芯装配后所形成的上千个半圆槽缺口一一填平，从而显著增强磁极铁芯的整体性和刚性。从人到机器人，焊接方式的迭代，尽管只是工艺进化过程中的沧海一粟，但对中国水电装备企业而言，其意义远不止此。标志性的一刻终于到来，完成更新改造的葛洲坝水电站17万千瓦机组首台转子平稳起步。经过1个多小时紧张作业，巨无霸顺利进入基坑，完成吊装。浩大的机组改造工程仍在争分夺秒进行。钢制叶片完成精铸，8米高转轮体虚位以待。今天，他们将共同组成水轮发电机组的超级心脏——转轮。组装任务由这支屡建奇功的技术团队承担。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他们在多个世界级水力发电装备制造中拔得头筹。这一次，他们将以更加精湛的装配工艺，完成对自己的超越。行车发力，叶片平缓起步，靠近转轮体轴孔，要让30吨重的叶片与轴孔完美吻合，水平误差不能超过0.1毫米，精准度堪比神舟与天宫对接。转轮的直径、重量与制造难度成正比。葛洲坝17万千瓦机组转轮直径11.3米，迄今仍保持着轴流式转轮直径世界最大纪录。改造后的转轮采用新材质和新结构，大大提高了机组的过流能力、水力效率和抗空蚀性能。落松，再漏点儿，漏。吊装施力精准，轴孔严丝合缝，方位调整结束，首件叶片组装旗开得胜。1天后，随着最后一件叶片精准入位，总重513吨的转轮组装圆满完成，为葛洲坝17万千瓦机组更新改造最后的决战赢得了时间。17万千瓦，中国水电装备在滚滚长江上的始发起点。从这里出发，40年来，中国水电装备披星戴月，一路逐梦，绿色电能奔腾不息。从格拉丹东雪山出发，金沙江一泻千里，开山劈流，川滇交界处，滚滚江水化作一泓碧蓝。高山深谷中，屹立着世界在建第1大水电站——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双区特高拱坝，高度世界第3，抗震参数世界第1。乌鸦泄洪洞群，规模世界第1， 18分钟可灌满西湖。地下洞室群，总长世界第1，是北京到天津距离的1.7倍。作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始终保持着对清洁能源的旺盛需求。截至2021年，中国水电装机总量已达3.9亿千瓦，占全球水电总装机容量的1/3。白鹤滩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仅次于三峡水电站。左右岸16台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100万千瓦，技术世界首创。
单台机组每小时发电100万千瓦时，相当于一个现代家庭250年的用电量。如此动力澎湃的发电机组，其研制难度堪称攀登世界水电珠峰。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中国水电装备企业进行长达10余年的科研攻关，形成了包括机组总体设计、水利开发、电磁设计、高压绝缘技术等在内的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和关键核心技术。最高的效率水平，最优的冷却效果。这是我们当时设定的研发目标。要完成白鹤滩的开发，要达到我们的技术目标，你用传统的技术路线、技术方案是不行的，就必须在关键技术上进行创新。电站地下300米处，是巨型水电机组的藏身之所。左岸地下厂房里，身高50多米、体重超过8000吨的6号发电机组，正进行投产前的空转试验。它的目标是，整体摆幅最大值不超过1根头发丝的直径。机组高速旋转，转速高达每分钟111.11圈，而每一圈转动都是对机组技术性能的极致检验。对机组来说，从各个转动部分的振动摆幅，再到油气水等各个系统，任何一个细微的异常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威胁。5小时不间断空转试验，机组和人必须全力以赴。我们有内部的一个精品指标，业主提出出来要求，假设是要求20道，我们往往内部指标是要更高，10道以内，这样来控制。6号机组还在轰鸣，8号机组的总装已经开始冲刺。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左岸最后一台机组，直径21米的上机架就位，机组核心部件及电环凌空一步，在桥式起重机的帮助下，这枚3.5吨重的超大号指环，最终与等待多时的浮球阀成功汇合。接下来的盘车检查，对人和设备都是一场考验。发电机组由多个转动部件组成，它们由上下机架纵向固定。所有转动部件在安装过程中的累计误差，会导致机组轴线发生某种弯折。盘车检查就是通过测量和调整，确保机组轴线始终处于一条直线。工程师谭建伟的反应快速而准确，他必须保证每个环节万无一失。4年时间，谭建伟亲身经历了7台机组从零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全过程。这一次，他仍然希望有一个完美的结果。盘车检查启动，即电环与浮球阀同时以每分钟1到2圈的速度旋转。百分表精确记录着它们的摆度值。20多个小时过去，各项检测数据显示，极电环与浮球阀的摆度为0.1毫米，优于精品机组标准。然而，对于谭建伟来说，要保证所有机组都能安全平稳、高效运转，工作远没有结束。实际上，它现在是最后一台机组，我们一样的要像前面的机组一样来把控它的各个环节的这个质量，让最终8号机转起来也像前面的机组一样是一个精品机组。自首批机组投运以来，白鹤滩水电站已累计输出绿电256亿千瓦时，全面建成投产后，多年平均发电量可达624亿千瓦时，可替代标准煤约196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200万吨。随着白鹤滩水电站的加入，中国在长江干流的水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7169万千瓦，相当于3个三峡的装机容量。
这条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的崛起之路，正是水电重大装备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自主创新之路。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潮下，中国继续在利用水能上展现惊人的创造力。优势更加明显的储能技术，正为中国提高能源安全保障水平和可持续发展发挥出强大动力。滦河上游，燕山深处，两座巨型水库横亘峰峦。世界最大抽水蓄能电站——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坐落于此。12台3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中国自主设计、制造、安装，总装机容量360万千瓦，世界第一。以此最大储能近4000万千瓦时，储能能力世界第一。抽水蓄能是以水为储能介质，通过电能与水的势能相互转化，实现电能的储存和释放。一座抽水蓄能电站由2个海拔高度不同的水库以及水轮机、水泵、输水系统等组成。就是在我那个电能富裕的时候，把电储存起来；在电力需求高峰的时候，把这个电再释放出来。用那个上下库的落差吧，把那个水抽到上库，进行一个能量的储存。它整个电网中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作为最早的大容量储能技术，抽水蓄能迄今已有140年历史。自20世纪中期被大量运用以来，抽水蓄能已成为全球应用最为广泛的储能技术。经过半个世纪的追赶，中国后来者居上，如今已成为全球抽水蓄能领域的主导者。截至2021年，中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达到3639万千瓦，投运规模居世界第一。让丰宁抽水蓄能电站稳坐当今世界10大抽水蓄能电站榜首，秘诀来自12台动力强劲的发电机组。这种超级动力装置能确保电站在特殊情况下提供相当于1/3个三峡水电站的调节出力。地下厂房里，入选首批发电阵容的10号机组正在总装，如期为北京冬奥会供应全绿电。这是电站必须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所有人的心愿。定子冲片厚度0.5毫米，它是发电机心脏定子铁芯的核心部件。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单台发电机组需要安装14万张定子冲片，它们全都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一个无人化车间。全数字驱动车间里，用作生产定子冲片的硅钢被自动送进压机冲压成型，再由机器人将完成冲压的定子冲片整齐叠片，从原料投送、冲压成型，再到下线。定子冲片的生产全程由智能控制系统一手掌控，无需人工直接参与。尽管如此，但远在河北丰宁的工程师钟健依然不敢有丝毫大意。10多万张定子冲片需要由人工在现场逐片完成叠装，最终组成高3.08米的环形定子铁芯，叠装误差不能超过0.4毫米，这绝非易事。每张片它冲出来它都是会有偏差，你叠上去之后，主要是在过程中要给它整形，包括端部跟这个槽型，把它整得整整齐齐的，这个是一个难点。
安装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是按照这个行业的最高标准，也就已经到天花板了，你不能再超越这个标准。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个月，10号发电机组总装已经完成，但能否一次启动并成功运行，顺利实现冬奥保电，机组各系统的联动调试至关重要。全部场馆100%使用绿色电力，是北京冬奥会的一大特色，这在100年奥运史上前所未有。黑启动是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机组的独门绝活。当电网发生异常情况时，机组可在3到5分钟内做出响应，从停运状态迅速切换至满负荷运行，从而为断电区域提供电能。10号机组报警，主进水阀液压油过滤器插压异常，但原因不明，这让工程师周伟有些困惑。地下厂房向下21米，是一个由各种管道组成的迷宫，直径2.3米，重达120吨的主进水阀就在眼前。主进水阀扮演着水龙头的角色，它由液压驱动，从而实现自身的开启闭合。在紧急情况下，负责切断强劲的水流，保证机组和电站的安全。在排除了传感器失效、过滤器堵塞等可能性后，周伟怀疑10号机组主进水阀液压油过滤器插压报警，是由于气温导致液压油粘度变化所致。随后的进一步排查证实了他的这种判断。液压油在北方的时候，它的粘度系数大，我们以前做南方机组的话，可能是你不会碰到的。发现的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当我解决问题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去学习也好，你不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你很有成就感吗？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对吧？2021年12月30日，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首批发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随着水流的一升一降，60万千瓦绿色电力通过政府500千伏张北柔直电网，源源不断输往北京冬奥会赛场。2024年，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将全部建成投产，年发电将达66亿千瓦时，为京津冀地区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今天，以丰宁抽水蓄能电站为新的起点，中国的抽水蓄能发展正提速加码，为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输出强劲的绿色动力，同时为破解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这一世界难题提供宝贵的中国方案。这是放金珠的。